眼看着女婿一脸紧张并阴气的样子，李亚林忽然感觉这个世界有些魔幻。原本她很欣赏自己这个女婿，总觉得这小子有一股压不垮、穷不怕，并且不服输、不低头的劲儿。说句不夸张的话，她觉得女婿跟自己很像，甚至有点自己的影子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再加上李亚林自己没儿子，所以她是真心实意把这个女婿当成儿子一样看待。可是这一刻女婿的表现让她意识到，自己这个阅人无数的探长对自己女婿的看法是片面的、错误的并且幼稚的。以前以为他是那种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格，但现在看来他只是淫的有些高。而这个再过去，无论是自己也好，还是女婿也好，都完全接触不到。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从未上过高处，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恐高一样。有人在平地叫嚷自己天不怕的不怕，可说不定就会在某个高度上被吓得双腿发软。在这一刻，李亚林忽然有些鄙视他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却又觉得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。钱虽然没打动自己，可是所谓姓氏与血脉传承这件事上，难道自己就没被打动吗？他和女婿都背离了自己的清高，只不过一个是跪在了金钱的面前，一个是跪在了传承的面前罢了。孙辉不知李亚林在想什么，只见他表情一会儿阴一会晴的，整个人也不免有些担忧，忍不住道：“爸啊，行不行的，您倒是给个话啊。”李亚林迟疑片刻，长叹一声，摆手说道：“罢了，就按你们说的来吧。”真的？女儿女婿两人几乎同时惊喜地问了一句。李亚林重重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是你们安爷爷的一份心意，不过这心意确实太重了，将来我想办法慢慢还吧。”太好了！女儿李苑苑欢呼一声，女婿也是激动地握紧拳头。紧接着两人激动地冲过来，一左一右抱住了李亚林，那兴奋的神色溢于言表。倒是李亚林的老婆陈君梅，表情至始至终没有变过。这时李亚林的女儿忽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爸，那费小姐给的1000万，您是怎么打算啊？”李苑苑这话一出，一旁的孙辉也是立刻看向李亚林，下意识地脱口道：“是啊，爸，这1000万您现在有规划吗？”对这小夫妻两人来说，安家承诺的1亿美金是要放在家族信托里的，而且信托必须要到孩子他们第一个孩子年满18岁的时候才会有条件解禁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李亚林已经答应了，可是他们现在必须守着这1亿美金的金山等18年，才能实现阶级的巨大跨越。豪宅也好，豪车也罢，奢侈的上流社会生活就更不用说了，全部都要等18年。如果算上孩子预产期，还有足足8个月，4舍5入等于要等19年。但是费可欣给的那1000万美金支票就不一样了，这可不是有条件限制的家族信托，而是实打实的现金支票。只要把这张支票拿到美国的任何一家银行，都可以兑换成1000万美元现金。李亚林听他们问起这1000万，忍不住道：“其实我原本的想法也是把这些钱放进信托，不过我查的信托可没8这么高的年化收益，我是按照差不多38左右的年化收益算的。18年后差不多能有2000万，然后从第19年开始，每年可以把利息拿出来，一部分做孩子的教育基金，一部分做孩子的生活补贴，等孩子结婚之后，可以一次性支取100万美金。如果你们孩子超过2个，那就平分200万美金，剩下的继续放在信托里。”李亚林说到这里，女儿李苑苑便急忙说道：“爸，您可不能再把这笔钱也放进信托里了。要是那样的话，
咱们把所有的钱都放在18年以后才能支取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未来这18年，我们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。比如以后如果您搬到休斯顿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话，再加上孩子要出生了，咱们家的房子总是要换一套大一些的。我跟孙辉就不用住在市区的公寓里了，可以过来跟你们一起生活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帮我们带带孩子，而且如果孩子多了，家里可能还要请阿姨添置各种硬件，需要用钱的地方还是挺多的。李亚林看着女人，问她苑苑，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安排这1000万？李苑苑想了想，开口道：爸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先拿100万美金换套房子，可以换一套离市区近一些、大一些、新一些、好一些的别墅，然后再把家里其他硬件升级一下，比如吃穿用度还有汽车、家电这些，剩下的就先放在比较灵活的理财里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支取。孙辉也忍不住附和道：对呀，爸，我觉得这样更灵活一些，有这笔钱做支撑，我们就可以给苑苑选一家更好的私立医院生产，这样一来，她孕期的产检也能更舒服、更方便。李亚林迟疑片刻，叹了口气，开口道：这样吧，按你们说的，100万美金买房，50万美金用来升级家庭用度各种所需，再拿50万出来作为灵活支取的备用金。至于剩下的800万，就全部交给你们的妈妈来掌管，具体怎么安排，我们3个说的都不算，你们的妈妈说了算。李苑苑忍不住问爸，一共才拿出200万，是不是少了些？要不先拿300万出来吧？李亚林摆了摆手，我主意已定，就先怎么办？如果你们接下来还有什么用钱的地方，就去跟你们的妈妈申请。说着，他看向老婆陈君梅，问她：君梅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陈君梅微微一愣，随即才回过神来，微笑道：老李，要我说这钱你也别交给我了，不是一共800万吗？干脆也放在信托里，只不过弄一个短期信托，从现在开始往后18年，每年拿出1/18，一直到18年后全拿完，至于拿出来的钱怎么支配，咱俩说了算。李亚林不由得有些错愕，但很快也想明白，老婆这时也发现孩子把钱看得有些重了，不想直接做这个管钱的人。于是他便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行，就这么办。说着他开口道：哦对了，要买房咱们就尽快吧，我过几天要去趟外地，答应了要帮老爷子还有费小姐做点事。陈君梅忙问：什么事啊？危不危险？李亚林微笑道：放心吧，就是调查点事情，没什么危险的。你知道老爷子有个外孙一直没找到，他想让我再帮忙找找，只是找人而已，没风险。陈君梅这才松了口气，看着已经激动到控制不住，并且一直在相互使眼色的女儿女婿，无声地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说道：行了，老李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让孩子们先回去吧，咱们俩也早些休息。女儿女婿也没多想，再加上两人自己还有很多悄悄话要说，于是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。道别之后，赶紧驱车返回自己在市区的公寓。送走了欢天喜地的女儿女婿，陈君梅见李亚林有些失神，也有些落寞，便忍不住柔声问道：怎么了？失望了？李亚林苦笑一声：有点吧。有点失望，但又觉得可以理解，所以就比较纠结。陈君梅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老李，永远不要考验人性，人性就像这个现实世界，小可知微尘，大可知宇宙。说到这里，他话锋一转，严肃说道：可是即便宇宙也是有边界的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